我是成王的发妻，却在他登基后被他关进了冷宫。8年后，他终于来看我，见我容颜依旧，有些愣怔，富儿又恢复了冷漠的语气。只要你肯把皇后之位让给蓉儿，我可以让你坐上贵妃的位置。我的孩子也闹着叫，陪我长大的是容妃娘娘，她才是我想要的娘亲。我主动关上了冷宫的门，他以为我不离开是为了他们父子俩。天真，他们不过是我的结束。如今时间快到了，我也该回到我高高在上的位置了。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穆景兰到冷宫来之时，我正在给自己种的菜浇水。成了冷宫弃妃之后，我只能素面朝天，经差不一。看到我之时，穆景兰一愣，她的身边站着一个衣着贵气的小公子，虽然还没长开，但也能看得出来，长大之后是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郎了。如果我没认错的话，那好像是我儿子，只是我儿子的另一边站着一个雍容华贵的女子。不知情的人看来，这就是整整齐齐的一家子。穆景兰往前走了一步，似乎是想靠近我，可是在看到我手中拿着的小锄头之后，她有些嫌弃的后退了一步。倒是我忘了，如今穆景兰可是皇上了，身份高贵。看来你在冷宫过得挺自在的。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小锄头上，倒是重操旧业了。这话由穆景兰说出来，倒是十分讽刺。我淡淡回应，托皇上的福。若是从前，穆景兰这么跟我说话，我怕是要难受的辗转反侧。如今倒是没什么所谓了。见我面上没有丝毫波澜，穆景兰有些不满。她没来得及开口，沈蓉儿就开口了。姐姐可还在怪我当初抢了你的药材？沈蓉儿一双柳叶眉似蹙非蹙，眉眼带着淡淡的忧愁，可一双桃花眼却含情脉脉，欲说还休。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难怪把穆景兰迷得五迷三道的。我也不知我的病情来得如此凶险，若是知道那是姐姐用来给百姓们解瘟疫的药材，蓉儿就是死也不会用的。好在姐姐厉害，好在我厉害，以我自己的心头血为引，才研制出了解瘟疫的方子。只是就算如此，还是死了很多人。最后，我被穆景兰以办事不力为由送进了冷宫。到现在，穆景兰都以为我是为了和沈蓉儿拈酸吃醋，所以才那么迟把方子拿出来。只能说，沈蓉儿这招确实有用。她一这么说，穆景兰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了。都这么久了，你还不肯认错？只要你肯把皇后之位让给蓉儿，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封你为贵妃。我只觉得十分可笑，真以为我稀罕这什么皇后之位？没等我回答，就听到我10月怀胎生下的儿子脆生生地说：“陪我长大的是容妃娘娘，她才是我想要的娘亲。”沈蓉儿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我只觉得十分无趣。倒不是说沈蓉儿的手段有多高明，不过是对付这对蠢钝如猪的父子刚好够用罢了。我放下了手中的锄头，拍了拍身上的灰，滚出去。听到我的话之后，穆景兰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穆君琪大声冲我呵斥：“你果然是个恶毒的女人！我没有这样的娘亲。”我不怒反笑，如果知道你长大后会这样，不用等到你出生我就喝碗红花剁了你。说完之后，我舀起一旁的粪水泼了过去。晦气！真以为我不离开这个破地方是舍不得这一大一小俩耳朵中间夹大枣的玩意儿？我原是天上的神明，是混沌初开之际便存在的古神。我会下凡，是因为老君说我虽有济世匡民之心，却不通人性。于是我被抹去了记忆，下凡历劫。这一世，我是出身农户的普通女子，其实也不普通，因为我娘是隐居的神医，而我承袭了她的一身医术之后，她便云游去了。我在家的后山就下了穆景兰。按照穆景兰的说法，那便是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自然是不可自拔地爱上了穆景兰。娘说，虽然大夫要济世救民，可就算是救人，也是要报酬的，否则人就会觉得你的医术不值钱，自然也不会看重你。我问娘，若是遇上没钱的呢？娘说，那就让那个人以身相许。我听得懵懵懂懂，不过娘这么说，一定有她的道理。于是我让穆景兰以身相许，跟穆景兰成了亲。我不知道，原来穆景兰居然是流落在外的王爷。
后来我跟着穆景兰辗转四方，跟他手下的战士们同吃同住，去过苦寒的北境，到过虫蚁遍地的南蛮，最远跋涉到了黄沙漫天的西域。路途上，不管是谁头疼脑热，都是被我医治的。可我没有跟娘说的那样收他们报酬，因为穆景兰说我是他的妻子，自然是要为他分忧的。我觉得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于是便任劳任怨地当他的军医。后来穆景兰成了皇帝，我理所当然成了他的皇后。只是我不知道，原来穆景兰在京城有一个青梅竹马，便是丞相之女沈蓉儿。我看到了穆景兰抱着沈蓉儿，说是我胁迫她娶我的，她怎么可能会喜欢一个如此粗鄙的乡村医女？我有些争冲，我是在治好了穆景兰之后才提出的要求。若是她不同意，拒绝便是，左右他一个大男人，难道还会怕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只是沈蓉儿却轻易信了穆景兰的话，认为是我横刀夺爱。穆景兰为了安慰沈蓉儿，在我的封后大典当天，以妃嫔之礼把沈蓉儿抬入宫内。所有人都知道，我不过是一个不受宠的皇后。彼时我正怀着孩子，沈蓉儿来同我耀武扬威，说自己有身孕之时，我还不觉被挑衅，反而问她，妹妹也怀孕了，真是双喜临门啊，要不要我帮你把脉？沈蓉儿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的肚子，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当天晚上，穆景兰就过来质问我，到底跟沈蓉儿说了什么。我实话实说。穆景兰的脸色在知道我怀了身孕之后稍微好看了一点，但不多。怀孕了就安分待在你的凤仪宫。我正想说是沈蓉儿自己来找的，便看到穆景兰拂袖而去。在当上皇帝之前，穆景兰不是这样的，她会帮我跟着我一起上山采药，然后下山拿药材跟村民们换粮食的种子。平心而论，在穆景兰真的当上皇帝之前，我觉得她应该可以当一个好皇帝。她每辗转一个地方，便会了解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粮食收成和税收几何。甚至她看到那些因为战乱或是饥荒的流民，都会大发善心，让我帮忙照顾或者医治。久而久之，她在百姓之中的名声越来越大。在百姓之中，成王的民心比皇帝来的重多了。民心向背一向是一个王朝能否存续的关键。哪怕穆景兰的民心是靠着我不分日夜的帮她操劳，但所有人都觉得夫妻就是一体的。我不懂是不是如此，既然世人这么说，或许也有他们的原因。他们都说穆景兰这是娶了一个贤内助，可以帮她做这么多事情。虽然不精通琴棋书画，可这样的女子，身为正宫，倒也不算辱没了穆景兰。为什么女子就要学琴棋书画呢？就算我学了琴棋书画又如何？且不说我会不会医术，那些学了琴棋书画管家女工的女子，来当正宫也不一定比我差，而我也不一定就不如她们。只是女子的价值总是要以看能否给男子带来些什么为衡量标准，终究是有些令人贻笑大方。我曾问过穆景兰这个问题，她看我的目光十分深邃。难道小燕是想学前朝太后聘姬司晨？我摇头。我甚至觉得聘姬司晨这个词都十分可笑。他们大抵是没读过老君在凡间的分身写的《道德经》。古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若无女子生育他们哪有机会在世上挥斥方遒？谁都是从女子腹中出来的，女子怀胎10月诞下这群东西，可不是为了让他们背义忘恩，对着女子指点江山的。穆景兰只揉了揉我的头，你常年在山上，对这人情世故了解甚少，没事，我会慢慢教你的。可从这时开始，我便对穆景兰有了莫名的抵触，究竟为何，我也说不上来。于是我渐渐把目光从穆景兰身上转移到了我就下了一只瘸了腿的狸奴身上。我唤他吉祥，因为他带着我找到了2株珍稀的药材，这药材是后来城中瘟疫的药引。而吉祥被我救下之后，便一直都跟在我身边。吉祥是我在塞北的一丛枯掉的矮树里救下的，彼时他还未睁眼，大抵是被丢下了。我便一家一家的走过，从牧民的家中借了羊奶，一点一点喂大了吉祥。比起穆君齐，吉祥才是我一点一点带大的小孩。吉祥是我的小福星，
因为军营里的粮草没有再遭过老鼠。之前有敌军派来的探子，也是吉祥守夜时发现的。军营里的人都笑着称他是吉祥小将军。吉祥通人性，他会叼2朵花给丈夫在战役中牺牲的大婶子，会在我忙的时候帮我在营帐门口守着，会战士们打完仗休整之时去蹭蹭他们。一晃日子就过了5年，吉祥也从当初的那只小猫长成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猫。我也跟着穆景兰回到了京城。穆景兰刚继承大统之时，几乎没有空想起我这个跟着他南征北战的发妻，但我知道他会在下朝之后吩咐御膳房给沈蓉儿送去上好的雪宴，华美的衣裙，昂贵的首饰，而我的宫殿冷冷清清。1日3餐虽有工人送来，可他们却不知晓我的身份。毕竟传言虽说我是穆景兰的发妻，但穆景兰开口之前，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刚好我乐得清闲，于是我带着吉祥摸清了宫中的所有角落。我们发现，除了御花园，就只有冷宫的土壤最是适合给吉祥种小草。一直到朝臣催着穆景兰立后，穆景兰才想起我。于是他潦草的给我封了后，便紧锣密鼓的开始商量着选秀一事。穆景兰在养心殿皱着眉，可小燕不懂得操持这些事情。朕看来，还是要先让能主理6宫事务的世家女子入宫为好。我抱着吉祥翻了个白眼，直接说想把她那小青梅纳入宫中得了呗，这么虚伪也是人情世故。沈蓉儿终究是入宫了。我同她第一次相见，是我带着吉祥路过御花园之时，她带着宫女采摘花露，说是要给穆景兰做点心。我对她的用心表示十分赞赏，就是可惜了好东西进了狗嘴。但我没想到，她一见到我就往我身上倒下来。我惊呼，如果是我推你，你应该倒向另一边。沈蓉儿的表情我看不真切，但是她的动作确实僵硬了一瞬，也因此她倒下之时手上擦破了点皮。好巧不巧，穆景兰刚好从御花园路过去上朝，看到了这一幕。他是天子，他一生气就跪了一地的奴才。沈蓉儿就这样面色惨白的被穆景兰搂在了怀中。我抱着吉祥，看着跪了一地的奴才，又看了看沈蓉儿，一时有些无言。4焉，我竟不知你如此恶毒，若非我亲眼所见，我如何能信一个人心仁术的医者会这般害人？我用手指着自己，一脸惊讶，我吗？我又指了指沈蓉儿，可是我方才也说了，若是我推的他应当是倒向另一边。穆景兰沉默了，他或许一开始就发现端倪了，可他更想让心上人看到自己维护他的样子。合着我是那个法子，我是那个外人。沈蓉儿抓紧了穆景兰的衣裳，我是被那只狸奴吓到了，他好丑陋，龇牙咧嘴的模样，看着就吓人。说完，又是一副要晕过去的模样。我抱紧了吉祥，吉祥才不吓人，吉祥是天底下最可爱的狸奴。你胡说，你方才根本没看到吉祥。我把他抱得严严实实的。够了！穆景兰打断了我的话，成天带着这只死猫疯跑，又不知礼数，如何担得起后宫之手？禁足3月，接下来的选秀之事让蓉儿来操持。她抱起了沈蓉儿，看了我一眼，满是厌恶。至于皇后，便在凤仪宫好好学学规矩。我只庆幸她没有对我的吉祥做什么。不过从此之后，狡猾的宫人也都知道了我这个皇后是没有什么出头之日了，于是一个个去巴结沈蓉儿去了。只有吉祥一直对我不离不弃，并没有什么人来教我规矩。凤仪宫雕梁画栋，却处处冰冷。也大概是冬日到了吧，我给吉祥穿上了小衣，叮嘱吉祥不要跑出凤仪宫。吉祥的确是聪慧，他从来都只在凤仪宫附近转悠。今日给我带一只梅花，明日给我捡一只冻僵的小鸟，后天大后天可能是花花草草，也可能是一个冻僵的小宫女。我不知道吉祥是怎么把人带过来的。看到宫殿门口躺着一个冻僵的小宫女之时，我吓得头发丝都差点竖起来。不过医者的身份还是让我把人救了下来。宫女说她之前是换医局的，被嬷嬷刁难之后，嬷嬷将她打得只剩一口气。她看到吉祥之时，让吉祥救救她。吉祥示意她跟上自己，她也真的撑着一口气，跟着吉祥到了凤仪宫。
我的宫中又多了一个如意。那日浣衣局的嬷嬷过来，对着我点头哈腰，又偷偷拧了如意胳膊上的肉。如意胆小，眼里都是泪花了，愣是一声不吭。我挑眉，转头拧住了嬷嬷的胳膊，一声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响起，嬷嬷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穆景兰说我苛待工人，又将我禁足了3个月。无所谓，我反正不指望穆景兰了。如意总说吉祥是他的救命恩猫，因此他照料吉祥照料得十分仔细。吉祥本就不认生，他跟如意关系也渐渐好了起来。就是这段时间，我发现我怀孕了。吉祥总是小心翼翼地贴着我的肚子睡觉，也不出门了，就乖乖守着我。直到那日沈蓉儿上门来挑衅，穆景兰才知道我有了身孕。我被解了禁足之后，穆景兰也有来看过我几次。每次她来，吉祥都在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如意也是在外头严阵以待。我看到如意对吉祥说，皇上不是好人，吉祥冲如意喵喵叫，表示认可。我哭笑不得。沈蓉儿的孕期比我稍稍晚了些。我诞下穆君齐之时，沈蓉儿的肚子也很大了。穆君齐小时候像是个白白胖胖的奶团子，吉祥喜欢他喜欢的紧，每日都守着他。如意总是打趣说，小殿下以后可是要管吉祥叫哥哥的。吉祥的尾巴在这时候会摇得很欢快，然后眼巴巴看着我，我便点头，说是该叫吉祥叫哥哥。本以为日子也该就如此风平浪静过去，可那日我的凤仪宫突然冲进来一堆侍卫，要带走吉祥。他们说吉祥冲撞了容妃娘娘，容妃娘娘小产了。自从我生下小孩之后，吉祥便没有踏出过凤仪宫。我只有一个念头，护住吉祥。我跟着一堆侍卫浩浩荡荡地往沈蓉儿的宫殿走去，房内还有着淡淡的血腥气。穆景兰不由分说的就想夺走我怀中的吉祥，我把吉祥护得死死的。他大抵也是害怕的，再如何，吉祥终究只是我的小孩。吉祥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裳，尖锐的指甲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我的皮肉。我听着工人莫须有的控诉，想替吉祥辩驳。因为我的吉祥不会说话，所以所有的脏水便都可以泼在他身上。我倒希望吉祥能不这么通人性。可他在听到穆景兰说若是不交出他，那便连同我还有我的镊子一起处置之时，突然松开了自己的爪子。他看了我一眼，似乎是在安慰我。来人啊，按住皇后。吉祥安安分分地被塞进了麻袋，活生生被乱棍打死。我看到了鲜血渗出，可是吉祥叫都没叫。吉祥死了，陪了我5年的吉祥死了。他身上的血似乎怎么都擦不干净。我的医术救不了吉祥，好像在世间人心是比不过权谋和算计的。吉祥死后没多少天，便爆发了瘟疫。穆景兰难得到了凤仪宫，她同我说，那日是朕的疏忽，是我太着急了，把别的狸奴当成了吉祥。我再送你一只狸奴好不好？我只觉得恶心，再多的狸奴也比不过我的吉祥。穆景兰不可能不知道我对吉祥的感情，可他偏偏这么做了，无非是想看我能为了他忍到何种程度罢了。难道你忍心看这么多百姓在水火之中吗？我没有回答穆景兰，只让他滚出去。穆景兰如今有求于我，脾气竟也好了许多。你不要再和朕置气了，朕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可蓉儿的父亲是当朝丞相，朕为了大局着想，只能这样。遇到这种事情之后，他就不是那个大丈夫了。真的如此有本事，为何还要牺牲这些女子的姻缘来换取江山社稷的稳固？可笑！我只觉得这四方天地令人作呕。我同意研制解药，但此事过后，我要出宫。我只想带着如意和吉祥的尸骨远离这里。穆景兰似乎早就想把我的皇后之位给沈蓉儿了，于是她十分痛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开始研究此次的瘟疫。我发现，与其说是瘟疫，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毒。而这个毒的解药，恰好就是吉祥当年带我找到的那株药草为药引制作成的。冥冥之中，吉祥又救了苍生一次。可当我正想取出药材之时，却发现存放药材的玉盒空了，而原本应该用来解梨树之苦的药材，成了沈蓉儿的腹中餐。
能拿到这株药材的只有穆景兰。我到沈蓉儿宫殿之时，她正把那碗汤倒去浇花。我怒从胆边生，一巴掌掀翻了沈蓉儿。你可知你倒掉的是什么？我掐住了沈蓉儿的脖子，那是瘟疫的解药。沈蓉儿面色通红，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下人急匆匆去把穆景兰请过来。我把沈蓉儿狠狠灌倒在地上，你害死我的吉祥还不够，如今竟然要拿百姓的性命来成全你跟穆景兰的爱情吗？沈蓉儿咳了咳，脸上露出了挑衅的笑容，是又如何？如今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在研制解药，多死一个人，你身上的骂名就深一分。什么神医后人，不过如此。咳。他看到了穆景兰过来，立刻又成了小白花。姐姐为何突然来为难于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穆景兰一掌狠狠打开了我，匆忙扶起沈蓉儿。蓉儿，你没事吧？皇上，臣妾也不知为何姐姐突然就过来了，还说是我抢了她的药。我说那是皇上拿过来的，她还不信。臣妾不跟姐姐争了，只要姐姐好好的把解药研制出来就好，臣妾什么都愿意做。哭着，沈蓉儿就这样哭晕了过去。穆景兰心疼的双目通红，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怎么如此恶毒？我看着穆景兰，我知道这是她的真面目。寡恩刻薄，解药的药引被她吃了，你另请高明。我一瘸一拐的起身回凤仪宫，而穆景兰忙着请太医去看看沈蓉儿，根本没空管我，也没空管百姓如何。毕竟她这次着急治理瘟疫，不过是因为此次瘟疫的城镇恰好在他和沈蓉儿乘舟下江南时会路过的城镇中。可我没想到穆景兰会让3朝元老跪在我面前求我研制解药。我闭门不见，他又寻来了当时军中的大臣。若是我不同意，穆景兰拿捏不了3朝元老，却可以悄无声息地要了大婶的命，这就是帝王权术。可如今要找那药十分困难，可以说吉祥找到的是这世上最后的2株药了。见我迟迟拿不出药方，穆景兰下了旨，命我3日内把解药做出来，否则便把大婶送去瘟疫爆发的城区。来下旨的宦官轻蔑地看着我，什么神医的后人，徒有虚名吧？咱家看来啊，有些人就是想攀龙附凤。我没计较，只冷着脸接旨。我问如意，如意，我是不是很没用？如意摇头，娘娘是顶厉害的人，旁人怎么说，娘娘都不要听。她笑得眉眼弯弯，大声地对着还没走远的宦官们大喊，皇后娘娘是最厉害的。思来想去，我只能以我心头血为引，把解药做了出来。我在百姓中的名声并没有变差，反而许多人都夸我德配天地。我知道我不配，我是被威胁的。我怕我会跟保护不好吉祥一样，让大婶也蒙受这无妄之灾。本来准备放我出宫的穆景兰，这下找到了理由不放我出宫。他说我若是想出宫，不能带走如意。我已经知晓他是卑鄙的人，却没想过他会以我办事不力，故意争风吃醋，不早点拿出解药为理由，把我打入了冷宫，还把我的孩子交给沈蓉儿抚养。因为他说我还是要给沈蓉儿没了孩子之事一个交代。先不说沈蓉儿到底怀没怀孕，就是她怀孕了，也不是我的种，凭什么要我来给交代？这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可我到了冷宫，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人少的地方，总是更能有返璞归真的松弛。如意跟着我到了冷宫，我带着她忙前忙后，跟她说以前我带着吉祥在这里种吉祥喜欢的小草，然后我发现了吉祥给我留下的最后的礼物，是一些作物的种子，还有风干的肉干。我突然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总得找机会逃出去。可我到冷宫不过3个月，如意也死了。寒冬腊月，她被发现死在了御花园的池子里。那个容易害羞的小姑娘，会在我看医书时小心翼翼帮我捡蜡烛的姑娘，会在所有人都指责我时站出来维护我的小姑娘，死了。看到如意的尸体，我有一瞬间的恍惚，我晕了过去。再醒来，我才回忆起了自己的身份，原来我是上古之神，此次前来凡间，不过是为了历劫。我沉默地把如意埋到了冷宫中，虽然没有法力，但是看一些事情倒是通透了许多。如今还没到归位之时，我还要再忍忍，否则岂不是要让别人笑话我了？
至于吉祥和如意的仇，我一定会亲手报。穆景兰来找我，在我的意料之中。只要我在1日，那沈蓉儿便1日不可能当上皇后。世人皆知，是我陪着穆景兰一路走到了京城，也是我救了许多百姓的命。一个沈蓉儿根本不配坐上皇后的位置。那日我把他们赶走之后，穆君齐有偷偷来找过我，不就是死了一只狸奴和一个下人吗？你为什么要这么执迷不悟？穆君齐不知道，他口中的一只狸奴和一个下人，救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命。沈蓉儿曾经许多次都想害死穆君齐，可是沈蓉儿的身体生不了孩子，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去母留子，把穆君齐这个嫡长子变成他的孩子，他便也可以母凭子贵了。而沈蓉儿和穆景兰2个人带出来的小孩能有多正常？我看着面前的穆君齐，只觉得血缘羁绊不过是血缘羁绊而已，他们就过你的命。穆君齐的脸上闪过一丝厌恶，能救我，那是他们的荣幸。好一个荣幸！我狠狠打了穆君齐一巴掌，笑眯眯地说，能挨我的巴掌也是你的荣幸。穆君齐不可置信地捂着脸看着我，指着我拟了半天。我面不改色地捏住他的手指头，狠狠掰断。不懂礼貌？那我可以教你。穆君齐的口中发出了凄惨的嚎叫。你知道吉祥是怎么死的吗？他被人乱棍打死的，比你现在痛1000倍、10000倍。我掰着他的手指往下一折，你真以为你生来比谁高贵吗？我把穆君齐打晕之后，关在了冷宫之中。神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太阳。可是如今神不想要这个肮脏的世界了。穆景兰执意要立沈蓉儿为后，于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费心思寻找穆君齐，这急忙慌的就要进行封后大典。立后那日，风雨交加，霹雳一声之后，大地震动，天灾来了。他惊慌地看着青天剑，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是说只要让神女痛失所爱，他就永远只会混沌，不会觉醒，我就能一直借他的运吗？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穆景兰从一开始接近我，便是带着目的的。凡间术士站出了我的身份，便让穆景兰动了心思。他们让穆景兰借我的运，成我的事，成为那万人之上的帝皇。可是术士却不知道，神女无情无爱，只有凡人一女才会有7情6欲。如今无挂无爱了，便是神女觉醒之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他们在当高高在上的上位者之时，是如此对待百姓和普通人的。那角色反过来之时，他们便要做好承受这一切的准备了。我踏着风雨，走到了穆景兰和沈蓉儿面前。如今我才是刀俎。我微微一笑，看着面前的2个人。当初你们是怎么对我的吉祥还有如意来着？穆景兰看着我，强装着镇定。小嫣，你冷静些，我做这些够了。我说，我只觉得悲哀，别总是拿着自己男人的身份想要压别人一头了。男人又如何？愚昧、昏庸、自负、狠辣，妾室被当成玩物送人，偷偷养着小男孩当娈童，声色犬马变成了正常的交际往来。所谓的人情世故，便是牺牲了一些人来换取自己的利益。这便是你统治下的王朝，那真是太精彩了。光鲜亮丽的王朝，藏污纳垢，令人作呕。我转头看向沈蓉儿，她明明也是女子，却善妒又媚男。明明做错事情的是穆景兰，可是她恨的人却是我。你们和该下地狱的，但是死又太便宜你们了。总之，你们先体验一下吉祥和如意的痛苦吧。我用法力把2个人先按到了冰冷的水池中。如今本不是寒冬，可水中有许多被沈蓉儿害死的冤魂，这比冰块还要冷上数十倍。他们想挣扎，却无从挣扎。冰冷的水灌进他们的鼻腔和口中，他们的耳边还能听到那些冤魂给自己申冤的声音。这简直比杀了他们还让他们难受。我看着他们像死狗一样趴在地上。就在我准备下一步动作之时，穆景兰把所有的事情推到了沈蓉儿头上，对着我痛哭流涕。你相信我，我都是被这个恶毒的女人蒙蔽了啊！她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处置也要处置她，都是她做的。
沈蓉儿看着面前的男人，脸色一下子灰败了下去，嘴唇翕动了几下，终究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只呆呆的愣神。多么感天动地的爱情啊！如果没有穆景兰的纵容，沈蓉儿不会如此。虽说她也好不到哪去。那接下来被放进麻袋杖刑的，我故意停顿了下来。穆景兰急忙指着沈蓉儿说：“让她去。”我轻笑：“好啊。”沈蓉儿尖叫着，我堵住了她的嘴。吉祥当时可是一声不吭。我用带着尖刺的藤条抽打这个袋子，很快血就流了一地，染红了雪白的大理石阶梯。穆景兰见我确实没有对她动手，稍微松了一口气，我就知道你心里定是有我。再听到穆景兰的话，我只觉得十分刺耳。你也配？在穆景兰不可置信的眼神中，我把穆景兰放到了装着烧红的铁球的桶内，将她推下了台阶。空气中传来了皮肉烧焦的味道，混着一股尿骚味。真恶心。两个人命大，一个没了手，一个没了腿。穆景兰更是直接毁了容。我用着她对别的女子说的话回敬她：男子的脸啊，一旦毁了，那以后也就完了。穆景兰疼得快要昏死过去，却又被我吊着一口气，让她清醒地受着煎熬。我将她跟沈蓉儿缝在了一起，你们要继续当感天动地的夫妻哦。至于那个孽子，早就因为这些变故活生生吓死了。神说不喜欢这个世界，于是空间扭转，一切推倒重来。如今是女子掌权的世界，同男子相比，女子似乎更为宽容了一些。这一世，穆景兰和沈蓉儿的角色可是对调了。不过他们再也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贵。穆景兰怀了沈蓉儿的孩子，却不妨碍沈蓉儿还有别的男人。骄傲的穆景兰只能忍气吞声，最后以死相逼。沈蓉儿薄情寡义，本想将计就计，却不小心被穆景兰带着摔下了高楼。他们两个人的根本来就坏掉了。是世界的问题吗？不是的，人性才是原罪。老君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我身边。神女，可明白了？我自然是明白了。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东西，就像士兵为了家国可以牺牲自己，如意为了报恩可以豁出性命，而穆景兰可以忘恩负义，她和沈蓉儿可以相爱到香艳。造化平人，我本不该涉足红尘，可此次却让我更加想偏爱那些良善之辈。若行善者，总归是要比作恶者过得更好才是。我找到了吉祥和如意的魂魄，吉祥成了此方世界的猫神，掌生死，判功过；如意则成了掌极仙，若是有人为非作歹，那便打入贫瘠，生生世世做牛做马，直到还清冤孽。我看到了梧桐抽出了新芽，破旧的宫殿被黄土掩埋。穆景兰和沈蓉儿轮回了一世又一世，吃尽了轮回之苦，不过都同我无关了。吉祥、如意，好好修炼，我在天上等你们。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